我承认这一次是中配赢了。初次见面不甚惶恐，夫人。在下是令公子的同学版本。这是谁家的古风小生？以前还疑惑风度出众的版本为什么会被霸凌，直到天空一声巨响，逼王闪亮登场，这才知道被霸凌他该欠到有种巴掌伸不进屏幕的无力感。本来看日语配音是小可怜被霸凌的幻想日常，结果中配一开口一直在挑衅观众，这哪是惨遭同学欺负，分明是凭一己之力孤立整个学校的逼王。这个自带 BGM 的男人不仅不走寻常路，更是带着酷似蓝王记的声线，满嘴文言文，活脱脱一个古代小生。可现实遇到这种谁不恨得呀要的绑紧？咋就是说边大你是被绑架去配的吗？作为逼王的教科书，日常3-7分发型和中指推眼镜是他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中的焦点，但骨子里的优雅才是真正精髓。当他被校霸关厕所泼水时，暴雨逐惊雷，从风呼骤来。不是谁家好人挂着鸡脖子上学，上个厕所还穿白袜加蓝拖鞋，然后还在厕所里打散阴湿，像这种我一般称为死装哥。还有他到教室上课，却发现桌椅突然没了，本以为他会再搬一副桌椅，结果他倒好打着风水好的名义直接上妆了。在下独坐一隅窗台族。果然后排靠窗，王的故乡。都说母语自带羞耻滤镜，可我愣是被这个古风小生治愈了。毕竟日语里的刻意做作看不出，但放到熟悉的母语中，他死装气场展露无遗。要是当年上学有此等风云人物，老子就算住院也要爬过来上课。除此之外，他的修炼秘籍才最离谱。为了护送麻雀度过风雨，他能化身地狱伞兵，直接螺旋升天。此等善行让牛顿看了都落泪，观众看了直呼秀耳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我们版本还有一众独门绝技没亮相，当不小心起火事，别人119，他施展秘籍，反复横跳，进行全方位拦截，管不管用不知道，但一路火花一闪电，老带派了。还有面对马蜂时，他更是利用秘籍风刺圆舞曲和马蜂一决高下，针锋相对，那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！甚至就连面对坏掉的水龙头，他都能优雅的来一场沐浴，迷倒万千少女。这从头到尾全是离谱又合乎优雅逻辑的高光操作，只能说不愧是与火灵飞齐名的日本逼王。一想起这货贱嗖嗖的自我介绍，谁能忍住不踹他两脚？身为完美型人才的版本，他不仅上的学堂，下的厨房，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每天为了锻炼身体，不仅滑铲来学校，聚众吹泡泡练肺活量，还有那堪称达尔文退化论的跑步，更是让我直呼内行。此外，作为抽象的帅哥，他最大的爱好是扭腰，即使环境受限，但挺这个雷霆扫帚，我们逼王也能舞。为了始终表里如一，维持古风小生人设，不仅每天捧着个书，还张口闭口就是文言文，就连写个字还左右开弓。果然这年头没点文化都上不了桌了。日常考死蜘蛛侠，不是飞檐走壁就是阴暗爬行，咱就是说有没有体面一点的玩法，老实人玩不来这个。不愧是经典永流传，果然能打败日本中二病的还得是中国古风小生。